研究发现，常吃这两种水果，高血压死亡风险竟然能降低40%。多吃水果，如今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健康共识。水果不仅能补充水分、维生素 C， 还是获得其他营养素，如花青素、叶黄素、类胡萝卜素等的良好来源。除此之外，多吃水果还能帮助预防一些慢性代谢性疾病。比如，健康人餐前吃些水果可以帮助控制进食量，减少热量摄入。再比如，用水果代替白砂糖来调味，或用水果做零食代替那些含添加糖较多的甜食，可以降低高血糖的风险。近期的一项研究就发现，多吃苹果和香蕉还能帮助控制血压水平。这项由我国学者完成的研究结果发现，高血压患者中常吃每周吃3到6次香蕉或苹果的人，全因死亡率降低24%到40%。而当患者对两种水果摄入频率都较高，每周吃3到6次时，全因死亡率下降了43%。同时，该研究还发现，常吃其他水果，如梨、菠萝或葡萄，与高血压患者的全因死亡率没有显示出显著关联。看到这里，相信一定有人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：为什么偏偏是苹果和香蕉与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率有关，其他水果行不行？今天的这篇文章，我们就来给大家说清楚，为什么苹果和香蕉有助于调节血压。其实，香蕉对血压的调节主要和其中丰富的钾有关。充足的钾元素不仅能促进人体对钠的排出，降低因高钠引起的血压上升，同时还能帮助舒张血管，增加氮一氧化物生成，通过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而降低血压。已有不少研究证实了钾摄入对于血压的积极调节作用。香蕉的钾含量较高，能达到256毫克每100克，是葡萄的127毫克100克的2倍，是菠萝113毫克100克的2倍多，是雪花梨85毫克100克的3倍。单看这一点，就能明白香蕉比起其他常见水果的降压优势有多大了。虽然不像牛油果、椰子、红枣、沙棘、百香果等水果的钾含量动辄高达300到600毫克每100克，但香蕉胜在热量远比牛油果、椰子、红枣低，口味比沙棘、百香果等门槛低，而且一年四季都便宜易得。再加上成熟后的香蕉中，膳食纤维含量也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优秀降压水果了。苹果虽然钾含量83毫克100克不及香蕉，但其优势一方面在于膳食纤维含量比较丰富，每100克含膳食纤维 1.7 克每100克，是葡萄1克100克的近2倍，比菠萝 1.3 克100克高31%。另一方面，苹果中较为丰富的黄烷醇也能起到良好的降压效果。早在2020年就已经有高质量的研究证实这一结论。英国学者通过对25000多名英国居民的饮食调查发现，经常吃苹果、茶、浆果等食物的人血压较低，而这种现象在高血压患者中更为突出。研究者指出，原因在于苹果中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黄烷醇能改善血管功能，起到降低血压，尤其是舒张压的效果。同时，黄烷醇还能降低血液胆固醇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、坏胆固醇水平，因此对心血管健康相当有益。有研究发现，苹果果皮中黄烷醇的含量为543.9到1227.9毫克每千克鲜重之间，果肉中黄烷醇的含量则为78.2到472.9毫克每千克鲜重。随着成熟度的提高，苹果中黄烷醇含量会逐步下降直至稳定。而像柑橘等水果，尽管黄烷醇含量也不低，但多集中在果皮中，很难有效摄入。由此可见，苹果和香蕉能帮助降压，绝非浪得虚名，而是各怀神功。想降压只能吃苹果、香蕉吗？其他水果行不行？建议水果还是多样化，适量搭配着吃。如果不喜欢吃苹果和香蕉，有没有其他水果能起到降压的作用呢？当然有。正如上述大型研究中指出的那样，浆果也含有相当丰富的黄烷醇，常吃多吃浆果同样可以起到较好的降压效果。像黑莓中黄烷醇含量可以达到13毫克到19毫克每100克，而且除了黄烷醇，浆果中普遍含有多种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，如花青素、原花青素、白藜芦醇等，
均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效果，能帮助减少自由基对血管细胞造成的损害，对调节血压亦有帮助。最后，除了多吃这些，想要控制血压，还可以参考这些：控盐、控油，增加各类植物化学物质摄入量等，如德叔饮食模式。当然，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还是预防疾病的关键。如果出现了三高，最重要的是要遵医嘱，改变不良生活方式。高血压的预防，健康饮食，保持均衡的饮食结构，减少高盐、高脂肪、高糖食物的摄入，增加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物等富含纤维的食物的摄入，有助于控制血压。适量运动，适量的运动可以有效降低血压，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游泳、骑自行车等。控制体重，肥胖是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。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体重，有助于降低血压。戒烟限酒，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导致血压升高。戒烟限酒是预防高血压的重要措施。减少压力，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导致血压升高。通过适当的放松和心理调试，有助于控制血压。定期体检，定期进行血压检测，及时发现和控制高血压是预防高血压的重要手段。高血压的饮食建议，高血压患者在饮食上应遵循以下原则：减少盐的摄入，高盐饮食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建议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6克。增加钾的摄入，钾有助于降低血压，建议多吃富含钾的食物，如香蕉、苹果、橙子、菠菜、土豆等。控制脂肪摄入，减少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，选择低脂肪的食物，如瘦肉、鱼类、豆制品等。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，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，建议多吃全谷物、蔬菜、水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。适量摄入蛋白质，适量摄入优质蛋白质，如鱼类、瘦肉、豆制品等，有助于控制血压。避免含糖饮料和食物，减少含糖饮料和食物的摄入，避免血糖水平升高，促进血压升高。高血压的预后与康复，高血压的预后与病情的严重程度、治疗是否及时、生活方式的调整等因素有关。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高血压是可以控制的。以下是一些预后与康复的建议：定期复查，高血压患者应定期进行血压检测，监测病情变化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坚持治疗，高血压患者应坚持治疗，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和药物治疗，避免病情反复。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高血压患者应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，避免熬夜，减少精神压力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。适量运动，高血压患者应适量进行运动，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骑自行车等，有助于降低血压，改善心血管健康。合理饮食，高血压患者应保持均衡的饮食结构，减少高盐、高脂肪、高糖食物的摄入，增加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物等富含纤维的食物的摄入，有助于控制血压。避免滥用药物，高血压患者应避免长期使用对血压有影响的药物，如非甾体抗炎药、激素类药物等，必要时应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。控制慢性疾病，高血压患者应积极控制糖尿病、高血脂等慢性疾病，避免这些疾病对血压的进一步影响。保持良好的心态，高血压患者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避免过度焦虑和压力，有助于改善病情，提高生活质量。